这次我们来介绍我们铃兰之剑的新角阿列克谢 SP。职业毁灭者，能走3格，阵营分别有露西亚、漂泊者和不动如山。阵营光环分别由以下角色提供：露西亚的安娜、漂泊者的克拉拉、黎各，还有米格尔。不动如山则是马格努斯和艾莎。光环我会比较推荐使用安娜、克拉拉和黎各的。特殊效果分别是冰雪中的反抗，对拥有自然守护的目标伤害及穿透伤害提高，若处于守护失效则额外提高，同时提高警戒、反击、先制的次数，依据最大使用次数提高攻击，4次以上额外提高攻击。世界任我闯，主动攻击或反击时，每命中1名目标增加伤害，最多叠加3名。若目标处于受伤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提高。勇气连心，若有护盾，伤害及减伤提高。要注意，领袖光环增加的数值也比其他领袖光环多一点。个性分为上、中、下3部分，其中上中部分不随星数提升，下部分则会。首先来说上部分，强韧，不受受伤、濒死状态影响，也就是 70% 血量和 30% 血量以下，受到伤害和造成伤害会下降的状态，穿透伤害则不受影响。可血，受到伤害后获得可血战斧，效果是伤害提升且获得吸血，可叠加3次。正则反击，被主动攻击后在普攻范围内会使用普攻反击，等于使用远值5格内都能反击，使用痛击则可以打范围普攻。免疫静止不屈，无视冰冻地形，无视敌方自然守护和40%防御。再来是中部分，被击败后兽化进入蛮熊形态，兽化后技能替换，晚点在技能时会提到。到下2回合结束前不消耗血脉沸腾，且拥有无限不屈，每场战斗触发1次。血脉沸腾的消耗规则是在行动结束时仍维持蛮熊形态。王女 SP 的再动和追击指令均不会额外消耗。并且在回合结束前退出就也不会消耗。下半部分则会随星数提升，将显示于萤幕上。建议练到3星获得完整机制就好，4星、5星只是锦上添花。第一个起始就给彩色大招的角色，蛮熊之力，3号3CD，射程3格，对地板，无法点人。跳跃到目标地点，造成3格的冰属性范围物理伤害，且不会对物品造成伤害。如身上有血脉沸腾，则消耗能量减2。也就是正常来说只会消耗1能量，并进行追击且兽化。兽化后个性普攻和反应保持不变，技能替换成凛冬中袭和裂地震，以及其他依照选择使用的被动会额外给予其他技能。装上的被动效果虽然不再显示，但因为它是提前给予 buff， 所以依然生效。凛冬中袭对自身退出蛮熊形态，并对周围3格造成冰属性范围伤害，并施加持续2回合的降速1和降移动1。裂地震对自身对范围3格内敌人造成范围伤害，攻击前施加持续2回合的降伤2和易伤2。被范围内敌人攻击时，以本技能进行无消耗的反击。
每回合2次。第一阶左边狂暴战役，非当前行动误攻加10%，每层可血额外加10%，反击加2，反击或主动攻击获得持续2回合的可血。这边用非当前行动而不是回合外，为的是规避王女的再行动。我这边可血战俘2层，所以是加20%的攻击，加上原本加的10%是30%。王女再动会给予20%的攻击，也就是只会剩下20%。所以可以看到我的攻击就比王女施展再动之前还要低。另外，她身上的 buff 虽然没血，但每个都是有净驱散、净免疫的效果。右边血性，主动攻击时误攻提高20%，普攻时误攻额外提高20%。蛮熊形态获得额外技能暴怒吼，瞬发支援技能，获得造成伤害加倍但无法反击的 buff， 并获得最大层数的可血。解除变身会失效。反击选左，主动选右。第3阶左边生命值提高，获得一层血脉沸腾。受化后行动结束时恢复能量。使用技能裂地阵，可使范围内可攻击物品传导于阵。效果等同裂地阵，对物品伤害降低99%。裂地阵自带的反击也可生效。并且传导出去，因为技能效果超连接到裂地阵，所以可以继续传导。右边孤峰，4名敌人以下少一个敌人加10%攻击，也就是说打单一敌人会加30%攻击。蛮熊形态获得先3轰，射程1对单位，将目标丢到其范围2到5格的空地，并对范围内2格的敌人造成伤害。可丢物品。丢物品时会返还能量和 CD， 并可再行动，每回合最多1次。目标落地后将其击退2格，若发生碰撞，则对双方中的敌人造成额外伤害。可以丢友军，友军不会受到额外伤害。丢完物品还可丢人，优先选左，右边有需求可开。第5阶左边活性化老技能，右边力量觉醒老技能。我个人会选左，右边伤害2想拿也是可以，但已经烂大街了。第7阶左边不屈抵抗，无限不屈持续回合结束时，若有2层血脉沸腾，则消耗2层并延长无限不屈1回合。7的倍数回合时，回合开始回复2层血脉沸腾和个性的无限不屈次数。稍后与原始狂怒一起演示。原始狂怒对地板造成3×3范围伤害，若个性中有不屈剩余次数，则耗能减2，并立即自杀且倍率提高。乍看之下无用，但实际上可说是熊的核心技能，能立即触发个性的不屈和不消耗血脉沸腾的效果。第1回合自杀，现在有不屈的效果。这1回合也有。这1回合不屈结束，但是不消耗血脉沸腾的效果持续时间比不屈的时间还要长1回合。这1回合没消耗。第3回合也没消耗。第4回合还是没消耗。第5回合消耗1层。
第6回合没有了。我自己认为不消耗血脉沸腾的效果要等行动结束才扣除，所以表现上会像是多一层血脉沸腾一样，所以6回合才会完全消耗完变回人形。若和部区抵抗一起携带，则会5回合就消耗完，6回合空档，7回合才能再次变身。以下展示。再1回合空窗。优先选右，左边偶尔可以与原始狂怒搭配。第9阶左边远直，射程5，单体攻击。右边痛击，射程1，目标1圈的范围攻击。普攻基本上只有反击时才会用到，而变身白熊本身就已经是大范围 AOE 反击了，故不需要再一个 AOE 反击。选左。第11阶左边领风游击，攻击提高，攻击后获得再移动2格，途经冰冻能2格不消耗移动力。右边辨析冻伤品，战斗开始获得额外技能冻伤品，剩下自己看。阿列的所有被动技能都不会因为静止被动的状态而出现而无法使用。包括辨析式冰冻品。侧影技能野性怒号，开启条件是阿列 SP 3星，且阿列本身有开启这个技能。野性怒号对自身3格范围内敌人造成穿透伤害，并施加持续2回合的降移动2、降攻击3。受化时可以免费触发1次。用不到，除非真的很需要降攻击，不需要特别为了这技能抽阿列。基本公式是变熊技能原始狂怒，长时间蛮熊之力，远距离且瞬发2选1，余震波对群，孤峰对单2选1，狂暴战役被动，血性主动2选1，长时间连续作战，原始狂怒加部区抵抗，最大化输出但没有物品，余震波换成领风游击。阿列克谢的特色是超大的反击范围，多物品更是不断扩张范围，超多的反击次数，超强的续航能力，可以说是帕米娜 Pro Max， 一雄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且是到目前为止少数几乎所有技能都有用，不同搭配能够达成不同流派玩法的角色之一。武器龙抬头，反击流搭配余震太过强大，次数反而更强，除非用不满次数。专武，这个专武上面写部区包含无限部区，故离个放上反应，天生不言弃也能使用，也算是2人交换定情物了吧。扎熊，还有其他数值武器也都可以使用。装具金爆铠甲，其他数值装具如守护正义之盾、风袭粉尘可以免疫禁疗，如果是新手的话也可以用长青之罪。塔罗、魔术师、正义、恶魔的诱惑、刻印剑杖。以下是这个角色的懒人包，建议练到3星。技能点法：反击流，左左左，右左左，主动 AOE 流，右左左，右左左，单体，右右左，右左左，反击流，原始狂怒，余震波，狂暴战役。若需要高位移且不需要那么长回合变身，就把原始狂怒换成蛮熊之力。主动 AOE 流，原始狂怒，余震波，
血性。不过因为裂地阵自带反击，所以要注意变身后不要被摸到，不然主动攻击时的余震波就没了。单体攻击，原始狂怒、孤峰、血性。但基本上这只角色我很建议全开啦，主要是因为说它的流派非常的多，也可以在各种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技能做搭配。武器：龙抬头、专武、其他。装具：金爆铠甲，其余数值装具：风息粉尘、塔罗、魔术师、正义、恶魔、刻印、剑杖。那这次介绍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